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，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完，让我跟你划清界限。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你加班，我想你一定饿了，给你带点吃的。哇，谢谢师兄。炸鸡。这么多翻译文件，今晚都要做完。是啊，早点做完，早点脱离古巴皮。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。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？我听出来了，是嫌我不懂法语，帮不上忙是吧？我表现这么明显吗？虽然我不懂法语啊，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、装订文件什么的。总之，肯定比你一个人动作快。哎，你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通宵爆肝做实验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。与其说是你麻烦我，倒不如说是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，做回年轻的自己。好吧，那先谢谢师兄了。咱俩不用那么客气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配合还有没有曾经的默契。这是你昨天布置给我的翻译工作，我全部弄好了，请验收。这么快？你确定你没有糊弄我？你可以随便检查。怎么可能？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完成的任务。昨天师兄陪我熬了一个通宵，帮助我一起完成的。杜云成，你是跟他一起翻译的？你们俩在实验室待了一整晚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苏维安，我让你回实验室，我是让你工作，而不是在实验室谈情说爱。谁允许你让外人进入我的实验室的？谁在实验室谈情说爱了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实验室。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？不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帮你翻译资料还要被你骂。杜云成要是外人，我就更是外人了。心情不好就找别人去，找惹你的人去，对我发什么火啊？我没有对你发火。哎呀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了，总之我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请你马上核对，把你的尾款给我打进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用再来上班了，我更加不用接受你的压榨。你今天不用去实验室工作啦？昨天都忙了一个通宵，想我过劳死。我就问了嘛，怎么生气了？来大姨妈啦？看是顾云正来大姨夫了才对。这么多啊！我觉得他这个大姨夫可以经常来。顾小姐，嗯，怎么是你？你们，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。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，那顾云峥呢？顾医生，前任也算不上吧，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。
听你这么说，顾医生拒绝你了？是，他是拒绝了我，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。亲爱的，你真美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原来顾云峥，他没有移情别恋，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。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？为什么演戏啊？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，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，打包了就回来。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你确定这是剩下的？啊？苏翻译，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，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，我着急送给我女朋友。顾医生，我是你的翻译，不是小白鼠。加钱。为了故意给我送钱，怕我不收。啊，肚子疼啊！加木，真不行。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？啊，你下手术了，裴老板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？有问题吗？我还有时间再改。我是说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，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异点入路？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，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，还要报考表演专业。我看她的流体不大，我想保护她的听力和面部神经，就选择了窗口最小的入路。窗口小，树野也是最窄的。操作起来会更复杂。树也窄，我就一点一点的剥，总能剥干净。你不害怕吗？怕。但是苏维安他提醒了我，他说，医生上了手术台应该是忘我的纯粹，既然拿起了手术刀，就要给患者最好的救治。这话是苏维安说的。嗯。那天李医生还告诉我，为了让我克服我心里的障碍，让我选择最有把握的入路，但是我还是同意苏维安的话。他挺厉害的，如果他不退学，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。他会回来的。怎么了，小老板？有钱都不收，这不像苏维安的风格。完了，小老板，江江说他露馅了。他说苏维安知道了你用假女友骗他的事情。啊，你打算回医院工作了？如果那个新药不上市，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姑姑，这不是我应该去操心的事情。怎么不是你该操心的？你也携带这个病的致病基因。那份报告只能骗骗你妈。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跟那个顾医生互相喜欢。怎么可能？我妈都说了，这么优秀的顾医生，我哪配得上？我觉得停药以后，我的反应比以前大了。我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我觉得我都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不希望你变成像我一样，
姑姑希望你活得比我更加有勇气，别留遗憾。姑姑，我现在很好啊，没什么遗憾的。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这样就足够了。这字迹是顾云峥。妈，这本册子哪来的？啊，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，顾医生给我的。哎，这顾医生心挺细的，这是他自己做的吧？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睡。看吧，苏维安，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，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，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，这些医学生的习惯，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？你可以抗拒，但我不会放弃。你就这么想要和我撇清干系，连我买的饼干都不吃？苏维安，你可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朋友。
喂，师兄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刚请客户吃完饭，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，我想来看看你演出。我今天没去酒吧，有点别的事儿。哦，是吗？那没关系，我自己一个人喝2杯吧。下次去酒吧我请客，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。没事。对了，我有朋友。师兄，先不说了。你知道了，我没有女朋友。知道了，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就不想问一问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也许是钱太多，想找我帮帮忙，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，想拿我寻开心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不过顾医生，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，确实浪费了。有时间做这样的图册，不如多做2床手术。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，也叫做耍手段。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，苏维安，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，用不着你提醒。苏维安，不要再逞强了。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。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，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，就要把我推开呢？对不起啊，顾医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。顾云峥，苏维安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。你有很多时间，慢慢想清楚。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，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。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基因缺陷，不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。苏然，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了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
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了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维安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倾尽全力。只要你肯向我走一步，剩下不管是99步，还是999步，我都会跑向你，治愈你。阿姨，哎呦，小杜，找维安的吧？哦，不是，我今天是来找您的。找我？啊。哦，那进屋聊。好。走。来，小杜，里边请啊。好。来，这边坐。哎呦，我鞋。哎呀，不用换，我这2天没拖地，快，里边请。坐那儿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我看这2天啊，维安太累了，我给他熬了排骨汤，你先尝尝。哎，阿姨，您别忙了。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，我是专门来找您，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。睡了，来，咱们里边去，坐这边。姑姑睡着了。哦。啊，你说他姑姑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张河医院的研发团队了。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，但姑姑也确实是在食药的过程中发病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哎呦，千万别！小杜，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。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，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。你别自责啊！阿姨啊，我希望代表协会，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。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。那可不行，小杜，你是维安的师兄，从他姑姑发病以来，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。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？停药之后，她感觉如何？说实话，不太好。这药停了以后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。越是这样，她心里也越是不好受。有时候啊，就发脾气，摔东西。阿姨，这段时间您辛苦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，这样也能，让您别太累，也能替您负担一下。不用，我都退休了，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照顾她可以的。阿姨，疗养院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，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？这个疗养院和杰辉签订了年框协议，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，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。空着也是空着嘛，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啊！这个事儿吧，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。阿姨，以维安的脾气性格，您要跟他商量了，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？再说了，现在对于姑姑来说，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。阿姨，要不这样，过2天，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，如果姑姑满意的话，您再做决定。啊，对，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。当然，您别跟维安说是我介绍的。我知道了。
哥，翻译的工作完成啦？结束了。对了，我找了几家疗养院，你看一下。不用看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？怎么安排的？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，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。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，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。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。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？93，就3折。3折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这能靠谱吗？这靠不靠谱，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姑姑喜欢吧？好是挺好的，但是你确定3折？哎，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。就算3折，这每个月得4000呢，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？前段时间炒股了，挣了点小钱。你给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，你学人炒股啊？怎么说自己妈呢？这不就是那个 A 栋503那个大姐，买菜大姐，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？对啊，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，是吧？她有点内幕消息嘛，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，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？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对你这么好，这臭丫头又没正形。我去看看姑姑。维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，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，年纪、资历、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，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。好。哦，还有，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，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。这是自然。行，你去忙吧。石膏好了吗？帮我催一下吧，我快超时了。16号，16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他们过得好充实啊。以后我不当医生了，我就去送外卖，收入和现在差不多，主要是心不累。干嘛？好好的医生不当，送什么外卖啊？没什么。哦，你明天要主刀做手术啊？只是暂时排的是我，还不一定用我呢。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。走，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，江江？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，我就觉得特别酷，所以我就学了2手，防色狼。防色狼？我是你男朋友，我又不是色狼。方明凡，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，不是我战胜你，就是你战胜我，你要全力以赴。不太好吧？
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？我可是练过的，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。来，那我来了。来。呀！疼！这叫饶命啊！我饶命！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方明凡，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，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。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，你永远都赢不了。你不懂，我只是怕伤到他们。怕！你永远都知道怕。你个懦夫！我不是懦夫，我不是懦夫。方明凡，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，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。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，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？我不是懦夫，你。我不是懦夫。你别开车了。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，相信自己，你没问题的。哎，小老板，还是你当我一助吧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顶上去。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，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，他会做你的医助，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。为什么是他呀？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，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。小老板，你要进来吗？我不进去了，我就是来看看。顾医生，你要真是实在不放心啊，留下当医助吧。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，只要你不掉链子，就没有问题。小老板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在门口转悠了。你在这站着，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。没事，放心交给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。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，也老忘事儿，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经常带他旅游，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。从核磁上看，目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，小脑萎缩。他平时走路摔跤吗？走路不稳，得有人看着，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。吃饭睡觉呢，都正常吗？这次住院就吃不下，有人喂了，勉强能吃2口。我待会儿开个单子，做个腰穿，看看脑积液。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医生啊。爸，怎么了？爸，爸，哎，顾医生，把这个带上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早上一个病危患者血检检查出了肺鼠疫123杆菌。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，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顾医生，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？好。我手机落在科室，没有带过来。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？没事，我用座机，先打个电话回科室。好。顾医生，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，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，需要呼吸内科、神经外科、耳鼻喉科共同会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手术非常成功，先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，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没事。谢谢。小老板。嗯？小老板还没回来啊？方明凡，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？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，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。对不起。方明凡，青青，怎么样？手术成功了？很成功。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真棒。江江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鼓励我，有你在，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。你怎么了？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？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？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，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，我很担心他。喂，江江。喂啊，不好了，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来跟他说。喂，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，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123菌，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，只许进不许出。肺鼠疫，那可是甲类传染病，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现在整栋楼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，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。好，先不说了，我打电话。哎，维安，你别打了。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，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想进去一下？是啊，我进去吗？那咋回事？出趟差啊？去哪儿出差呀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去贵市，那个早就订好了，忘记跟你说了。啊，那这样，我给你下点青菜面，吃完了你再走啊。来不及了，我要赶飞机。这么急呢？慢点。妈，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，广场舞先别跳了。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，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。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。
走了。哎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！我乖乖等你回来啊！放心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喂，哎，小杜啊，喂，师兄。刚才兰姐给我来了个电话，你是不是有事瞒她？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可以跟我说实话，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。华人医院出现非鼠疫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我想去医院帮忙，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，她会担心的。行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。阿姨啊，我跟文安联系过了，她确实去外地出差了。第一例确诊的患者，男性，60岁，景海本地人。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。前天突然出现高热，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，转入我院。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。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。从今天中午12点起，医院紧急封楼，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，一旦发现，立即进行严密隔离。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。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，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。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，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。再就是隔离需要保障物资供应，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。王大哥，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。我也是医生。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，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。这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也不能进。我为什么不能进？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，除非遇到紧急情况，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，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。但是，苏文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硬装，这可是要被追责的。我可没那么傻，就算我退学，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。我又不是不知道你，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挨棍子挡枪子儿，闯个警戒线算什么？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。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不要乱说话。什么？不是，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？不行，楼都封了，谁都没那特权。别胡闹了，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。怎么了，爸？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，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。怎么会呢？他不省外的吗？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？他一早上过去会诊，事发突然就封里出不来了。爸，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、肌内注射，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。如果医院不够，姐会随时向全省调配。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，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蝶眶颅底生长，向眶内眶周延伸，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。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。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，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手术？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，
放心，我会尽快安排手术，情况会有好转的。医生，你可得救救他呀！特殊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，配合一下工作，谢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顾医生，还没吃饭吧？没事，不行。你把这个还是没人接吗？估计你不在，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，用我的电话吧。也不是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，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，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。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，一定是个可造之材。顾医生，上午神经外科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打电话找你，当时您在别的科室。对，就是他。手术成功了吗？这我不知道，不过听他的语气，好像没有什么异常。那就好。您这么着急，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？你不关心一下女朋友？我先去忙了。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，苏维安，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，用不着你提醒。你好，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？不认识。你好，你认识神脉的顾医生吗？不认识。小姑娘，快走吧，你都在这儿等一天了。我就在外面等着，不耽误您工作。这个顾医生到底是你什么人啊？维安，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办点事儿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我想进隔离区帮忙，但是不让进。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？听说她被封锁在里边了。你有她的消息？她应该没事。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，没有收到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。太好了。你很担心她？没有，我担心我的尾款，他还欠我尾款呢。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。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？别有低血糖了。不用了，没什么胃口。吃饱了才有力气追你的尾款吧。你放心吧，医院要是有事的话，会有人第一时间跟我说的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二位，我们打烊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。不是，你这不是还有那么多汉堡吗？不卖了吗？还是今天只做外卖生意啊？华人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？医生和护士啊，患者还有家属，这都没吃饭呢。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，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。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院内的感染，我们跟医院都已经联系好了。我们把汉堡放在门口，然后里面的人再把汉堡拿进去，分发到各个楼层、各个科室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不可以在包装上写几个字啊？苏妍又在闹了。顾云珍欠你多少钱啊？这个节骨眼儿还用汉堡追杀他？很多很多。
多多还再不出现，就还不完了。现在小姑娘可真不好惹啊！要不我帮你一起写吧，这样能快点。不用了，他只认得我的字。那一会儿还是我开车送你吧，这样能多装一点，速度也能快一点。谢谢师兄。开大奔送外卖，你们要找的人可真幸福啊！哎，快那边，那个外卖装去。汉堡是你们送来的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你好，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？顾云珍，他是哪个科室的？在几楼？要我帮你找他吗？不用了，辛苦您了。谢谢。维安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忘了，我在出差呢。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那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。不用了，我去江江家住一晚。你先回去吧，师兄。行，那你到江江家给我发消息。注意安全啊！豆豆，你看咱要不要给他打次镇定剂？顾，你别激动，去拿碘伏和纱布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姑姑，你忍一下啊，我帮你处理。我根本感觉不到疼。姑姑，护工还有护士哪里做的不好的，你直接跟我说。如果要加人，我帮你安排。我想继续服药。什么药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今天，我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。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。姑姑啊 ，HD 哥39这个项目我投了3年，药效我最清楚，动脉瘤跟这个药没有关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了，您得退出药物试验。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。小多，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，我想继续试药。可这是违规的，我不能这么做。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，按照流程的话要上报伦理委员会。如果您不退出，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，到时候可能要让您强制停药。小多，我求求你，我想继续试药。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姑姑，药我想办法给您弄来，但是这个名字是您签的，对吗？
是我欠的，我欠他。姑姑，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，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的。这是给你们的，谢谢。这是给你的，谢谢啊。平时一定要注意伤口的消毒啊。医生，这个给你。我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奇了怪了，今天门口有个女的一直在找顾医生，每个进出的人都要问一问，说是哪个科室的来着。反正我们科室没有姓顾的。妈妈，谁是顾医生啊？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？顾医生，有人喊您回电话。这是维安的字迹。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？她在那儿，那个拉了警戒线的大门口。来，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？谢谢啊。喂，哪位？维安，是我。顾云峥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往楼上看。维安，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，手机落在科室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。维安，你在哭吗？才没有呢。对不起，维安，我让你担心了。但是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心里还是很暖的。我才没有担心你呢，我在担心我的尾款。既然你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维安，别挂电话，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。你在里面不忙吗？忙，超级忙的。我们这边所有科室都缺人手，哪里缺人手，第一时间叫冲上去帮忙。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，给自己充充电，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嘛。你在里面把口罩戴好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情况一定会好转。好，你也是啊，一定要注意好防护。怎么了？喂，顾云峥。放松，放松，呼吸，呼吸，放松。不行，气道梗阻太严重了，给患者上吸痰，快！立刻带顾医生去做 PCR 核酸检测和细菌培养。
进去吧。小姑娘，你会说外语吗？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，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，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。院长。嗯。院长。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 PCR 核酸检测，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1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。确诊病例和密切人员名单也是刚送到我手上，我向大家公布一下，一共是3例确诊，9名密接。有一位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在名单上，是神经外科的顾云峥医生。喂，师兄，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？我会法语和英语，而且我懂医学常识。我申请以翻译的身份进入隔离区的国际部。维安，你听我说，顾云峥在密接名单。什么？应该已经严密的隔离了，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。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70%，即使这样，你还要去吗？我要进去。好，我帮你。师兄，你陪我去吧，很难见的大手术，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切除术。这么激动，是王焕忠王主任的手术吧？是顾云峥顾大医生的。听说他介入、显微、开刀样样精通呢，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手术台零死亡率的记录，厉害吧？啊，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去吧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去了。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，你们的眼里永远都只有顾云峥？陆安，你快去休息一会儿。没事。停下你手上的工作，现在立刻去休息一会儿，去吃饭，否则我马上让你离开医院。哎，你听见没？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。2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。顾云峥的病房，他怎么了？看来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运气确实会好很多。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。
可是有的人一抬头，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。维安，我来了。苏然，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顾云哲，我后悔了，我大错特错，求你了，不要有事。各部门请注意，医院已对大楼进行多轮消杀，经专家评估，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，即日起解除封控。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我骗你的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也不是不后悔，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。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从第一次见到你，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。直到我们在那坎要重逢，我想见你，但是我不敢见你，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。像我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淘汰品，我怎么配得上你呢？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，我一定会勇敢一点。别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让我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只要你可以回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说话算数。你跟我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，吓死我了！已经解封了，你没收到通知吗？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？
维安，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住了。行了，别哭了。你戴着眼镜，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。你没事就好。顾云峥，你还缺女朋友吗？有病的那一种。维安，以后不许再离开了。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20号通告，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，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。同时，从今天开始，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。等等，转身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化妆了，哎呦，真好看！哎，新裙子呀，是吧？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？啊？什么呀？我去找江江，那么久没见。哎。顾医生，你有空吗？我想挂你的急诊。病人主诉。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，心慌胸闷，食欲不振。诊断为相思病，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快点啊！去哪儿啊？要来不及了。你今天不是做了3台手术吗？不累吗？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？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，我都想了很久了，今天就是个好日子。快走！什么事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就是你说的，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啊？对啊，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。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。你说我在医院，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，我们2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，有你在，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。你又想套路我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我套路你什么？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？没有。我是真的害怕。
装了。不敢看。有个电影说，遇到鬼不能叫，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。我不相信。来，来。这样啊，我就不害怕了。这都是套路。你就这样乖乖的，我们俩一起干。你笑什么？我没有笑，我是害怕。还害怕？顾医生。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？什么样子的？故意带我看恐怖片，刚才害怕都是装的。我是真的害怕。你不相信，你摸摸我手掌心。你摸，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？喂，师兄。什么情况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师兄。怎么？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省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，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。刚刚2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，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绿，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，抢救无效身亡。也是 HTQ39的被试吗？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。这已经是第3例动脉瘤破裂的试验被试了。果然，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。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。师兄，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瘤的被试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杨文斌怎么说？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个例，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。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，不会影响 HTQ39如期上市。我们跟资方签了对赌协议，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，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。在这个关键时刻 ，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杨主任，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上市，这会是他在张河最成功的晋升履历。
门口别停，快点。怎么了，小杨？哦，没什么，听说有几个医闹，怕惹麻烦。温教授，哎！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。苏媛，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？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，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，我们俩一起，肯定可以找到答案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